这4台可以说是目前大部分人的梦想神机。一般你只要看到镜头在中间的，基本上都是大哥。那你更看好哪台？可以先预测一下。本期的对比顺序是清晰度对比、亮度对比、对比度对比，以及不同曝光的画面对比，还有游戏和噪音功能等方面的对比，希望能对你提供一些参考。做这期视频的原因呢，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这张图出来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拿到 W6000 啊，没有对比，光从数据上就已经高下立判了。那这期视频就来讲透投影仪中的这些弯弯绕绕，看看是否只看宣传数据就可以选对产品。投影仪中有2个大家最常说的定律，一个是底大1寸压死人，另一个是一亮遮百丑。那我们先从芯片说起啊，为了方便理解，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天梯图，只以我们实际对比的结果为准。那从原生 4K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芯片是越做越小了。那上面的说法是索尼芯片缩水 ，JVC 当年出了新款的芯片超过了索尼，那这是工业技术带来的进步啊，有点像手机的芯片3纳米、4纳米。那因为 LCoS 的像素点之间的间隔可以做到特别的小，那同样尺寸的显示芯片 LCoS 就能容下更多的像素点，那所以 LCoS 现在只要做到 0.61 就可以达到原生 4K。而 3LCD 这边虽然做到了 0.74 啊，但还是原生 1080P。那真要无脑选大底，也要考虑规格和实际的效果。我们直接来看实际画面的对比。那这几个画面大家可以猜一下都是什么产品。DLP 不愧是天生的锐啊 ，W6000 0.47的锐度竟然都可以打过原生 4K 的 JVC， 那这还是令我蛮意外的。那吓得我赶紧2台机械同屏拉到一起，又去对比了好几遍。那如果你也猜错了，可以给我点个赞。那当然，每种技术都有每种技术的优缺点，不同产品的亮度以及锐化调教都会对观感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播放偏远的差异。比完了清晰度，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亮遮百丑。那亮度方面，用户第一感知的往往都是宣传数据。那这4款产品，你可以猜一下哪款产品的亮度最高？那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亮度最高的不是宣传2600亮度的索尼，也不是2700亮度的爱普生，而是2600亮度的明基。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不推荐通过产品宣传的亮度去评判产品实际画面的亮度高低。那首先，每家宣传的亮度单位都不一样啊。那值得表扬的是 ，JVC 在调教损失后，亮度还超过了宣传数据。我们转换成实测数据，以影院的最低人眼舒适亮度14英尺朗博来说，这4台投影都可以投到190寸。那不是都说 N70、5000、150寸亮度都不够吗？那我们常说的不能大尺寸，主要说的是 HDR。那所以宣传的 SDR 亮度自然就没有意义了。那 HDR 方面，4台机器都勉强越过了150寸的门槛。那单从数据上来说 ，W6000 可以达到170寸，那12000就有点尴尬了。相信绝大多数买12000的都是为了那句比某某某亮度高的吧？那毕竟大多数人对好的画面亮度都没有预期，那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当然，白色画面的亮度并不代表整体画面的亮度，还要看色彩以及各家在不同偏远算法映射后的亮度。那很多产品还会把白色的色温调得很高，以获得更高的宣传数据。那这几款产品都是目前的色温色准天花板，自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个亮度下，很多旗舰产品开启宽色域后，亮度还会再衰减 50%， 甚至是更多。所以你想单从宣传亮度上得知画面的实际亮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明基这代开始提倡 HDR 亮度，W6000同时也是这个价位中唯一一台支持满 P3 覆盖，并且在宽色域下不降亮度的产品，所以才会有这么优秀的亮度表现。爱普生这代旗舰虽然相比上代取消了 100P3， 没有亮度衰减后效果真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但这代用影院模式看 HDR 时亮度还是有点下降。虽然我从不建议盲目的追求满 P3 色域，但还是希望品牌都能在 HDR 亮度上卷出更好的体验。对比度方面 ，JVC 索尼因为是 LCOS 技术，一定是遥遥领先的，并不是只强在一个原生 4K 的噱头上。一款优秀的产品一定是无数的技术加优秀的硬件积累出来的。因为明暗差距过大，相机宽容度不够，加上这些产品对比度都比较优秀，上下黑边完全拍不出来。那我就先用手机给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几台产品的黑边的实际差距。手机和同屏拍摄都不科学，会有很多算法在里面，所以仅做黑色亮度对比。
黑色做黑和画面做亮都是投影仪比较难的事情。那该亮的地方越亮，视觉上黑色的画面也会更黑。在这个价位上，想要上下黑边完全不发挥，唯一的方案还是只能选择 2.35:1 的幕布。在对比度和房间都不差的情况下，一定是亮度越高的产品，视觉对比度越好。那除非是在大部分画面都是黑色的情况下，那不同亮度的产品对比真的很难做。因为相机问题，不管以哪台机器固定参数曝光，都会显得暗的机器特别的惨，要不就只能牺牲亮的机器。但这又和你把两台机器放在一起时看到的视觉结果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看这个楼道是黑的，那一点暗部细节都没有，但没有高亮画面衬托后，就会发现里面一点也不黑。至于亮度高，画面会不会过曝？刚才衬托的画面随随便便都有几千尼特的亮度，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手机拉到了2000峰值亮度，还是会有一点看不清屏幕。那即使是这个亮度，我也还是换上了时光6.0幕布。那不要看对比下来的画面暗，今天每台机器的最亮画面都达到了300尼特以上，因为整体画面的对比度是不变的，那所以这也只是对相机的 ISO 友好了一些。那画面过亮和过暗记录不到失真都是很正常的。那再次重申，这几台机器在亮度足够的情况下，单看哪一台都是绝对优秀的。那我就各种曝光都拍一下，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些机器之间的实际差距。OK，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对比。Number 6, we are moving. 4 Alpha, repeat 4 Alpha, Windows status teams on all sides. Copy that.
Speed. 238 kilometers per hour, no mistake. You alright over there? I do love Captain Mason bad guys. No need to go here. I can handle this alone. I will get Nakia ou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Just don't freeze when you see him.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never freeze. What's going on? What's that? The car not start. The engine. Ours too. What is it, Captain? Defense position. Defense position. Are we under attack? Defense position. Nzu! They're around to the side. Defense positions. Defense positions. No games. What do you see? They're all counting on us. No pressure. Nitros! Our days of terror are almost over. With the help of the Kong army, we will stop. Who's he? He's Namor! Nervous? Who? Me? Yes. A little. You know this stuff? We're best friends. Don't worry, I will protect you. A toad brave enough to join me. I fear nothing. Well, that settles it. You're coming with us. Let's move.视频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大部分片段下，三款机器的色准真的很接近，那只有极少部分画面会产生风格性的差异。
那再次声明，对比的所有片段中，每台机器显示的暗部都是一样丰富的。那在比较极端的片源中 ，W6000 自带的映射表现最好。那 JVC 这里的映射也会比其他没有动态 HDR 的产品亮一个档位，而 W6000 这里颜色直接亮到相机记录都失真了。那这么多年来说，投影仪自带的 HDR 算法一直是比较落后的。那 W6000 作为23年的新款旗舰，这个表现也让我看到了自带算法的希望。游戏方面，只有 JVC 和爱普生支持真120帧。明基虽然也配了 2.1 接口，但因为芯片原因也无法支持。同屏对比时，我注意到了反应的不同，就想到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方法，记录实际操作画面，然后放到后期里去数实际操作的延迟帧数。大致结果如下。噪音方面，索尼表现最好，每家也都没有特别的离谱。最后我再讲讲每台机器的体验和加分项。它们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你用到的时候肯定会有更好的体验。首先是重量方面，我觉得除了 JVC 以外都是比较友好的。投射比上，爱普生还会比索尼更友好一些。明基最长，投影仪距离算的都是镜头到幕布的距离。别看 JVC 占地大，同样靠墙放 ，JVC 都比明基投的大。JVC 终于摆脱了最吃房子的冠名。用完了明基后，感觉 JVC 的投射比都变得友好了很多。我猜测应该和明基用的这支昂贵的镜头有关。毕竟把 0.47 做到了这个锐度。4台机器都拥有优秀的镜头位移技术，哪台范围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这方面不用太过纠结。除了索尼这个只能使用手动调整，体验差了那么一点点。4台机器都拥有着非常优秀的镜头。尽管索尼其中有一片是树脂，但还是表现出了最锐利的画面。而 W6000 的亮度也非常的突出，加上最新的 HDR 算法，可以让你更容易的获得明亮的阳光感和支撑更大的尺寸。这4台机器你会选择哪台？可以说说你们的理由。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交流。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做的还不错，可以帮我点赞转发。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